，Boss 直聘崩了再次冲上热搜，无数网友哀嚎，刷新页面一片空白，职位信息加载不出来，求职之路瞬间断崖式崩塌。官方客服忙不迭的回应，正在紧急修复。可这敷衍的承诺哪里能抚平求职者的绝望？江苏一网友崩溃吐槽一个刚出的 Java 开发岗，几分钟内400多人投简历，这服务器能不崩吗？上海一网友更是欲哭无泪，刷了2月没找到工作，今天打开又是白屏，真是活不下去了。这不是技术故障的小插曲，而是中国就业市场血雨腥风的真实写照，竞争白热化，失业阴影笼罩，数百万人命悬一线。Boss 直聘是什么？公开资料显示，这款号称直聘模式的互联网招聘神器，主打求职者与企业零距离沟通。应聘者上传简历、浏览岗位，直接与 HR 开聊，号称省去繁琐中介环节。然而，这座看似坚固的就业桥梁，却在2025年的春风里一次次坍塌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1季度，Boss 直聘月活跃用户已飙升至3970万，同比增长57.5%，新增完善用户1461万。可用户暴增的背后，是服务器不堪重负的悲鸣，更是中国就业市场供需失衡的血泪控诉。这不是 Boss 直聘第一次翻车。2023年5月24日，网友就曾怒斥平台崩盘，当时官方紧急抢修后恢复，同年7月，系统服务错误又让无数人抓狂。如今，2025年3月19日的再次崩溃，彻底撕开了平台的遮羞布。一网友一针见血，求职者扎堆投简历，企业狂发招聘信息，匹配效率却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双方都抓瞎。更有甚者直言，找工作的人太多，竞争太惨烈， Boss 直聘撑不住了。数据显示，仅2024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就高达1200万，创历史新高。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，2024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已攀升至 5.3%， 比前一年多了 0.2个百分点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被裁的中年人、跳槽的职场人、应届生，三股洪流叠加，狠狠撞向 Boss 直聘这艘破船。崩溃的不仅是服务器，更是无数中国家庭的希望。试想，一个程序员岗位400人抢，一个月薪5000元的文员岗位挤进1000人简历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有业内人士爆料 ，HR 每天要筛2000多份简历，机器初筛后99%石沉大海，连个已读都捞不着。这粗暴的操作让求职者心寒，也让就业焦虑成了2025年的全民标签。网友直呼找工作比登天还难， Boss 直聘崩了，简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让我们用冷冰冰的数据看看这场就业危机的全貌。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仅为1100万，较2023年减少了100万。而高校毕业生人数却年年递增，2025年预计突破1230万，同比增加 2.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每100个毕业生中，至少有10人可能直接面临失业。更别提那些被裁的35岁加中年人。据智联招聘统计，2024年企业裁员比例中，35至45岁人群占比高达 38%， 他们带着房贷、车贷和孩子的学费，绝望地涌入 Boss 直聘，却连页面都刷不出来。再看岗位需求端，根据 Boss 直聘2024年报告，热门行业如互联网、金融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 15% 至 20%， 而低端服务业的岗位却激增 30%。这说明什么？高端岗位缩水，低端岗位泛滥，求职者被迫向下兼容，月薪3000元的流水线工都成了香饽饽。一网友一语中的 Boss 直聘的崩溃，
是中国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的缩影。毕业生多如牛毛，好工作却凤毛麟角，平台再牛也架不住这洪水猛兽。更扎心的是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的调查，2024年全国有超过60%的中小企业因经济下行缩减招聘计划，其中20%直接暂停招聘，这直接导致岗位供给断崖式下跌，而求职者数量却逆势暴涨。一位网友发帖：我投了300份简历，回了不到10个 ，Boss 直聘还3天2头崩，活着真累。另一位网友跟帖：我爸45岁被裁，刷 Boss 1个月没下文，家里现在靠我妈摆摊养活。这些血泪控诉，字字泣血，句句刺心。每年金3银4是招聘旺季，可2025年的春天却成了求职者的人间炼狱。应届生背着学贷找饭碗，中年人被裁后四处碰壁，职场人想跳槽，却发现新岗位比大熊猫还稀有。三股人流叠加，像洪水般冲垮了 Boss 直聘的服务器，也冲垮了无数人的生存希望。猎头爆料，一个 HR 日均收到5000加条消息，根本忙不过来，直接摆烂。求职者这边呢，投出去的简历如泥牛入海，连个回音都没有。网友建议设个投递上限，强制企业反馈，不然这恶性循环没完没了。可这话谁听？平台忙着修 bug， 企业忙着压成本，求职者只能在绝望中等死。更讽刺的是 ，Boss 直聘曾豪言壮语：我们不靠低端流量，我们要精准匹配。可现实呢？用户暴增到近4000万，匹配效率却跌到谷底。花旗银行分析师曾警告，招聘平台的用户增长和服务质量是天平两端，失衡就翻车。如今这天平彻底塌了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 Boss 直聘的职位响应率仅为 18%， 比2022年的 25% 低了整整7个百分点。换句话说，5个求职者里只有不到1个能等到回信，其余的全是已读不回的冷漠。Boss 直聘的崩溃不只是技术问题，更是中国社会危机的前兆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，若2025年就业市场持续恶化，全国失业人数可能突破2000万，直接影响6000万家庭生计。这还没算上物流、餐饮、零售等下游行业的连锁反应。试想，一个程序员失业，房贷断供，银行坏账增加，一个服务员丢饭碗，消费萎缩，商店关门，这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启动，谁能挡得住？更可怕的是青年失业率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已飙升至 19.2%， 比2023年高出3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他们刷爆 Boss 直聘，却只换来白屏和绝望。专家警告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将动摇社会稳定，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。这话不是危言耸听，推特上已有网友喊话：再找不到工作，我要上街了。面对这滔天巨浪， Boss 直聘忙着修服务器，可这治标不治本。网友呼吁提高匹配效率，严管企业反馈，别让求职者等死。专家建议政府得出手，增加岗位供给，扶持中小企业，不然光靠平台顶不住。可现实呢？中国商务部还在喊支持高质量发展，却没见真金白银砸向就业市场。反观企业，一边裁员，一边喊缺人，一边压薪，一边要996，这供需错配的死结，谁来解？更残酷的是，全球经济下行叠加中美贸易摩擦，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2024年订单量下滑 20% 至 30%， 直接砍掉数百万岗位。Boss 直聘纵使修好服务器，又能怎样？没岗位就是没岗位，4000万用户抢1000万饭碗，这账怎么算都不够分啊！ Boss 直聘的崩溃不过是中国就业末日的一个缩影。1200万毕业生，2000万失业者，6000万家庭，这些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，是破碎的梦。
网友说得好，找工作比中彩票还难 ，boss 直聘崩了，不过是给我们绝望加点料。这寒冬才刚开始，下一波失业潮会卷走多少人？没人知道。